大家好，欢迎来到习小厨的菜园子。这些年来啊，我一直立志于把自己的小菜园变成一个非常漂亮、美观又实用的花园式菜园。我先后在小菜园里建了深厚的这个温室，然后又搭了各种架子，但是地面啊始终还是没有处理，所以今天我来处理花园的地面，咱们给它铺上漂亮的小路。其实我想做的呢，就是把地面打造成一个低维护、又漂亮又省钱，这3点都要满足的这个小菜园的地面。所以经过这多方面的考虑啊，我觉得石头路面是非常好看的，这是我最喜欢的。但是呢，造价很高，一块石头的价格呢就高达几十块钱，从20到50、60不等。那么我这个菜园铺下来可能要非常昂贵，所以这个也被我 pass 掉了。铺砖呢，还是对个人的这个水平稍微有点要求的，比较麻烦。它需要把地面弄得非常平，然后垫沙子，然后再铺砖。对于我来说，一个人做这个程序啊有点麻烦，所以我选择了一个最简单的方法，那就是铺那个水泥砖，就是自己用水泥做那个不规则图形的砖，然后铺上几条小路。这个水泥的造价呢，比起石头来要便宜很多，然后铺设的方法呢，也不像砖那么麻烦。那么就请大家来跟着我一起来见证这个过程吧。现在这个地面上呢，全都是杂草，所以在铺路之前要先除草。这个除草小神器是真的很好用，我是真心推荐啊，第2次介绍了。就这样一勾就能连根拔除，不用手了。前面这半部分已经拔好了。这次我准备了2个模具，一个是这个大的，它这个宽度大概有50、60吧，然后这个是小的。对比我这个院子需要铺设的这个大小和尺寸呢，我打算选择这个大的，而且它的形状我也是蛮喜欢的。这个每个格子的这个形状比较圆滑。这2个模具都是 Timo 提供的，在此感谢 Timo 的赞助。现在我就要用这个大的模具来展示怎样用它来铺花园小路。我们现在去买水泥，这种成袋的水泥每一袋是20公斤，里面混凝土的成分有一些不同。那最后呢，我选择了这个包装介绍说是用来铺 pathway 的。第一次买对这个量没有数，所以先买2袋试试，铺完了以后再计算需要多少。这么小的2袋很沉呢，下回一袋一袋拿。我准备的东西呢，除了模具以外，还有这个水泥，这是水泥沙子这种预拌土，还有小铲子，这个是用来抹平水泥的，还有水，还有一个这样的小推车，一会儿用来拌水泥用。现在呢，我来拌水泥。为了拌这个水泥呢，我还特意好好的学了一套。首先拿一袋水泥，弄这个水泥的时候呢，其实我建议大家戴上口罩，因为这个水泥的灰尘被吸进去以后，这个粉尘被吸进去以后，对健康不利。有人会问我要不要拌沙子泥呢？其实我买的这个不用，我买的这个就是都已经和好的，里面还有沙子，还有些石子，就是专门用来铺这个小路的，铺这个 pathway 的，所以这个就不用混沙子了。接下来就直接加水，加水的量呢，我曾经很好奇加水的量是不是有个比例，但是事实上实际操作上是没有的。那么我们的量呢就少加，每次都少加，然后量呢就以混合的状态是那种比较粘稠干的状态就好了。不知道加多少的呢，那就请仔细看我接下来这一段。
先少加一点。现在明显水还需要更多一些，再加一些，不要加太多，宁少勿多。如果是这种状态呢，就稍微有点干，不容易成型。所以呢，我们还要再加一点点水，但是不要加多。OK， 现在这个状态呢，就是我想要的了，这样的状态。OK， 确定好第一块的位置。哎呀，这个模具好像很够大呀，这一块大概就要用将近1袋水泥了。然后把这些水泥抹平。经过我后来的反复练习啊，在抹平的时候要稍微用一点力，这样干了以后水泥才结实。一个模具一块就装了1整袋水泥，已经用光了。看，哎，还不错嘛，蛮可爱的。很好，用了正好2袋水泥，所以是这每一块需要1袋水泥。好了，接下来我就可以数一下一共需要多少块，然后就定多少袋水泥。咱们每次换水泥都要把这些器具立刻清洗一下，否则如果等到第2天它就完全干了，就洗不掉了。又买了30袋。对于一些拐角之类的，如果你不想让它那么突然，要有一些过渡的话，那么也可以利用这个模具做半块，这样的也很好看。边边角角或者是2块之间的衔接呢，也可以这样自由发挥。这一共是32袋水泥，前面这一块就基本上铺完了。接下来我要把小路两旁不打算种植物的地方铺上这个 mulch， 这种是木屑制作的覆盖物。我比较喜欢这个颜色，感觉这个红色能给庭院增添不少气氛。这些一共用了2袋50升的 mulch。右面的这块呢，我打算下个阶段再做一些地面处理，所以这个地方没有铺 mulch。左面的这个呢，是我留出来的一个小花坛，将来我会种一些矮的小花。
哇，这个小鸡真的好可爱，质量也是棒棒的，放在花园里真的好配哦。现在我们这里的温度是39度，好热呀！温室里的水泥地面不够好看，今天我要铺一个防水的地垫儿。这个地垫是用塑料编织的，不怕水。这下我的庭院里不光室外的路面干净漂亮，连温室里的地面都这么干净整洁了。我这回选的这个绑带是子母扣的，可以反复使用。用在花园里绑植物再好不过了。子母扣的原理，它可以直接这样就粘上，把这个人参果拢了一下，不然都爬到地上去了。现在我这里是绣球花开得正旺盛的季节。那么现在这个小路的1期工程已经基本上结束了，大家觉得怎么样呢？接下来我还会做2期、3期、4期，在不同的这个区域，所以整个菜园是一共分4个阶段，我叫它4期。希望我能赶快铺完，然后给大家展示一个全景的这个成果。这种小路我觉得还是挺满意的，既经济实惠，铺起来又简单，关键还挺好看的。大家觉得呢？想要看更多关于家庭种植和家庭园艺的作品呢，欢迎进入我的主页，那里有更多的种植技巧分享，给您的家庭园艺生活带来更多的经验和乐趣。好了，今天的这期家庭园艺呢就到这里。如果您喜欢我的视频，别忘了点赞、订阅、关注。好啦，感谢您收看这一期的节目，咱们下一期再会。